你是不是也听说过，人一过60岁就不能再吃核桃了？甚至可能在你的观念里，坚果是健康食品，多吃无妨。特别是核桃，民间一直流传着3颗核桃2颗枣，长生不老这样的养生说法，视它为补脑又养生的圣品。然而，另一种声音又让人困惑，吃核桃保健是谣言，老人其实不能吃核桃。真相到底是什么呢？60岁以上的长者究竟能不能吃核桃？哪些坚果对老年人是不友善的地雷？如果你也有相同的疑问，请务必专心看下去，因为接下来几分钟我将深入揭开真相，带你避开养生路上的一些隐藏陷阱。首先，在进入主题之前，如果您关心自己的健康，请先按下订阅并开启小铃铛，这样就不会错过之后更多实用的健康知识分享。如果您正在观看这支影片，也对内容深有同感，请在底下留言区打上1。如果您或您的家中长辈也遇到相关的困扰，欢迎在留言中分享，我会尽力回答您的问题。好了，各位朋友，我们深吸一口气，准备开始破解关于老年人与坚果的种种迷思。让我们从争议的焦点核桃开始说起。许多上了年纪的朋友都希望通过吃核桃来补脑健身。我就认识一位65岁的张伯伯，他经常丢三落四，担心自己以后会得失智症。听人说核桃是智慧果，补脑效果一流，他就每天抓上一大把核桃当零食。结果几个月下来，不但没有变聪明，反而经常头晕乏力。去医院一检查，血脂竟然严重超标。医生连忙提醒他，老人家可不能这样瞎吃核桃，毛病都是吃出来的。这让张伯伯大惑不解，核桃不是好东西吗？为什么现在反而说老人不能吃了？其实60岁的人不但可以吃核桃，而且吃对了还大有好处。核桃向来被誉为营养丰富的长寿食物，在传统文化中，核桃还有智慧果、长寿果的美称。现代医学研究也支持了核桃的益处。哈佛大学的一项大型研究发现，每周吃约5份核桃的人，比起很少吃核桃的人，全因死亡风险降低了 14%， 罹患心血管疾病致死的风险降低了 25%， 平均预期寿命还多出约 1.3 年。不仅如此，美国心脏病学会杂志的一项研究追踪了634名受试者，结果显示，经常吃核桃能改善心脏健康，降低体内发炎风险，甚至让罹患第2型糖尿病的几率降低将近1/4。另外，核桃还被证实有助于促进肠道有益菌生长，改善消化与代谢，长期下来同样有益心血管健康。听到这里，你可能会想，既然核桃这么棒，那为什么还有人说老人不能吃？关键就在于吃对量必误区。核桃本身并没有错，错在很多人吃错了方式。随着年龄增长，我们的消化吸收功能每况愈下，如果无节制的猛吃核桃这类高油脂的坚果，反而可能给身体带来负担。核桃的脂肪含量相当高，每100克核桃就含有约60克的油脂。虽然多是不饱和脂肪酸，对心血管有益，但摄入过量时，年长者的肠胃往往难以完全消化吸收，容易出现消化不良、恶心、腹泻等不适。中医也认为核桃属温热食物，吃太多会上火，导致口干舌燥、皮肤生痘，这些对上了年纪、体质偏弱的人来说都不是好现象。此外，核桃的热量惊人，长期过量食用很容易造成体重上升，肥胖会提高高血压、糖尿病、关节退化等一连串问题的风险。难怪医生会说，常去医院报到的毛病都是吃出来的。那么老年人到底应该吃多少核桃才合适呢？专家给出了一个黄金量，每周约50到70公克的坚果总量就足够，换算到每天大概也就1颗大核桃或2-3颗小核桃的分量。听清楚，不是每餐，是每天2-3颗核桃而已。很多长辈一口气吃10几颗，那当然是远远超标啦。像张伯伯那样抓一大把猛颗，更是大错特错。正确的做法是每天吃一小撮坚果即可，而且要挑对时间，最好避开饭后马上吃大量核桃，因为饭菜本身也有油脂蛋白，餐后再加坚果，身体负担会更重。可以选在2餐之间少量当点心，
另外还要提醒，品质把关很重要，发苦变质或发霉的核桃坚决不能吃。当中的黄曲霉毒素可是比砒霜还毒的致癌物，对抵抗力较弱的老人杀伤力极大。一旦闻到核桃有哈喇味、霉味，就赶快丢掉，千万别因为舍不得而伤了身体。总而言之，老年人不是不能吃核桃，而是要聪明的吃，适量的吃。核桃每日2-3颗，长长久久，既能享受它带来的保健功效，又不至于因为贪多而坏了健康。讲完核桃这个争议之王，接下来我们要谈的另外几种坚果，可是真正医生点名要少吃的对象了。如果不想日后总是往医院跑，下面这几种坚果，60岁以上的朋友可一定要长点心，尽量管住嘴。尤其最后一种，几乎家家户户都爱拿它当零食，现在不注意，可能正悄悄埋下健康隐患。很多人都喜欢腰果那绵密香甜的口感，逢年过节的坚果礼盒里，腰果总是最先被挑光的那一个。腰果虽然好吃，对于老年人来说却一不小心就会吃出大问题。首先，腰果的脂肪含量在坚果中数1数2，没经过油炸调味的原味腰果本身就含有将近 50% 的脂肪，而市面上许多腰果是油炸过的，脂肪含量更是飙到60%以上，其中还充斥对心血管不利的饱和脂肪。一小把炸腰果摄入的饱和脂肪可能超过你一天的安全上限，长期吃这种高油高热量的腰果，血脂升高，体重增加是在所难免的。动脉粥样硬化、心肌梗塞、中风等风险也会跟着往上窜。对本来就容易三高的老年人而言，这简直是在火上浇油。再者，腰果富含镁元素，适量的镁有助放松神经，维持心率是好东西。然而，镁吃过头也有隐忧，很多老人家都固定在吃降压药、心脏药或者其他药物，镁离子会影响某些药物在肠道的吸收。如果每天抓着腰果当饭后零食，大量的镁在肠胃中与药物相遇，可能降低药效，让治疗打折扣。想想看，本来药可以控制得住的病，结果因为嘴馋爱吃腰果而功亏一篑，岂不是因小失大？因此医生才会提醒，高龄者吃腰果务必节制，千万别因为它好入口就一口接一口停不下来。建议一次吃的量不超过1小撮，大约5到6颗中等大小的腰果，而且一周别超过2-3次。记住，腰果只能当作偶尔解馋的点缀，而不能变成你天天离不了的习惯。第三种要少吃的坚果是带着香气的榛子。榛子在西方有坚果之王的美誉，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E、B 族和矿物质，营养价值不错。但对上了年纪的人来说，榛子也有一个不容忽视的负担，它的蛋白质含量相当高，每100克榛子含有将近15克蛋白质，这对肾脏功能逐渐退化的银发族而言并不是好消息。随着年龄增加，我们的肾脏就像一部老水车，过滤废物的效率大不如前。如果饮食中摄入过多蛋白质，肾脏要拼命工作来排出代谢产物，比如尿素氮、肌酸酐，长期下来容易加重肾脏负担，加速功能衰退。特别是本身就有慢性肾病或肾功能不全的长者，吃太多榛子等高蛋白坚果无异于雪上加霜。除了蛋白质，榛子等坚果中的磷和钾含量也很高，肾脏不好的老人对于磷、钾这2种矿物质更是需要严格限制，否则会引发高血磷、高血钾，造成骨质疏松、心律不整等严重后果。因此医生会特别提醒，有肾脏问题的老人最好别碰榛子，即使肾功能正常的健康长辈也应该适可而止，不可毫无节制的当零食猛嗑。一般来说，每次吃榛子不要超过1小把，约10颗左右，一周顶多吃1-2次已经足够。还有一点要注意的是，榛子的质地较硬，对牙口不好的长者来说并不友善。如果咀嚼不充分，硬硬的榛子颗粒下咽后可能刺激胃肠，甚至有噎到呛到的风险。所以罗老人家吃榛子要慎之又慎，能不吃就先不吃，真的馋了尝2颗，解解嘴瘾也要细细嚼碎，确保安全。最后要登场的这位，可以说是最常见也最容易被忽视的坚果地雷——花生。很多人可能不把花生当一回事，觉得它便宜又美味，从小吃到大也没见出什么问题。但对年纪大的朋友而言，
花生潜藏的健康威胁不可小觑。首先，花生是最常见的食物过敏源之一，别以为只有小孩会对花生过敏，其实成人甚至老年人也可能突然出现过敏反应。随着身体机能和免疫系统的改变，有些人年轻时不过敏，到了晚年反而会对某些食物产生过敏，而花生就是罪魁祸首之一。一旦发生花生过敏，轻则起疹子、喘气，重则引发致命的过敏性休克。对于本身就是过敏体质的长者，更要对花生敬而远之，千万不要因为一时馋嘴而把自己送进急诊室。再来，花生的加工制法容易埋下隐患。我们平常吃的花生多半不是原味水煮，就是油炸或炒过再撒盐、咸酥花生、五香花生米，甚至糖衣花生，想想都让人口水直流。但问题是，盐和油都是老年人的大敌。市售的调味花生含钠量极高，吃一把咸花生可能就让你这一天的盐分摄取超标。高盐饮食会提高血压，伤害血管，增加中风和心脏病风险。而油炸花生则含有大量油脂和热量，经常食用不但让血脂飙升，还会让体重直线上涨，对原本就代谢变慢的老人体质来说非常不利。可以说，重咸重油的花生正是堵塞血管的隐形杀手，不知不觉把你的健康往危险的方向推了一大把。花生还有一个隐藏杀机，很多人不知道，黄曲霉毒素污染。花生如果保存不当，很容易发霉，长出一种黄绿色的霉菌，产生剧毒的黄曲霉毒素。这可是国际公认的一类致癌物，对肝脏的破坏性极强。中老年人的肝脏解毒功能本来就有所下降，如果吃到了受污染的花生，可能对肝脏造成不可逆的伤害。现实生活中就有不少老人家习惯囤积花生，放久了发霉还舍不得丢，拿去洗一洗晒一晒又继续吃，结果导致肝癌、肝硬化的案例令人痛心。所以再次提醒各位长辈们，花生发苦发霉绝对不能吃，即使没有明显变质，在购买散装花生或自家久存花生时也要多加留意，最好闻一闻看一看，有异味的一律丢弃。与其省那几块钱，不如省下未来住院的医药费。最后还有一点容易被忽略，花生的噎食风险。别看花生粒小，其实是噎死人不偿命的元凶之一。许多老人牙口不好，咀嚼能力差，嘴里的花生还没磨碎就囫囵吞下，干硬的花生粒卡在喉咙，轻则引起剧烈咳嗽，重则可能造成窒息，甚至还有长者边嗑花生边聊天，结果一不留神把花生呛进气管，引发吸入性肺炎，住院好一阵子。听起来可怕，但这些都是活生生发生的真实案例。所以我奉劝各位长辈，花生再好吃，吃的时候务必要小心。能磨成花生粉泡在粥里、豆浆里吃是最安全的。若是直接吃花生米，务必细嚼慢咽，觉得喉咙不舒服时赶紧停下，一点点警惕胜过无穷懊悔。说了这么多，您可能会问，难道老人就真的不能碰坚果了吗？是不是我喜欢的坚果零食都要戒掉？其实并非如此。坚果作为富含不饱和脂肪酸、蛋白质和微量营养素的食物，对健康是有许多益处的。尤其对中老年人来说，适量吃坚果有助于保护心血管，延缓大脑衰老，提高免疫力。所以我们强调的是挑对种类，掌握分量，而不是一竿子打翻所有坚果。那么哪些坚果相对来说更适合老人呢？营养科医生建议优先选择杏仁和碧根果这两种。杏仁富含维生素 E 和优质蛋白，有助于增强免疫、护眼抗老。碧根果也就是美洲山核桃，脂肪以不饱和脂肪酸为主，含有对心脏友善的脂肪形态，相对更温和不刺激。更重要的是，杏仁和碧根果的口感比较松脆柔软，对牙齿和肠胃的负担都较小。除此之外，适量的核桃和夏威夷果、澳洲胡桃其实对老人也是不错的选择。核桃我们前面讲了，每天2-3颗就好。夏威夷果虽然油脂丰富，但胜在质地酥脆，容易消化，也含有对心血管有益的油酸。当然，无论选哪种坚果，都请牢记一个原则：原味未经油炸和过度调味的最佳。千万别再被什锦坚果罐头里那些盐焗、奶油、蜂蜜调味的加工坚果迷惑了。
吃进去的盐和糖恐怕比营养还多。长者在吃任何坚果前，先看成分表，选择纯坚果原料，没有添加大量盐糖的产品，才能真正吃出健康。好了，我们把话说回来，今天提到的这4种坚果，核桃、腰果、榛子和花生，并不是洪水猛兽，重点在于不当的使用方式。核桃再好，每天10几颗，猛吃一样出问题。腰果、榛子、花生再平常，吃过了头也会变成伤身利器。养生从来就不是简单粗暴的多多益善，而是在于平衡拿捏，量力而为。我特别喜欢一句话，别让补品变成了害人的东西，别让对食物的爱变成对身体的伤害。这正是给所有长辈的忠告。我们这一辈的人辛苦大半辈子，千万别在晚年因为错信了偏方或贪吃一时爽而把自己的健康赔上。养生不是跟风，而是要摸清自己的身体底细，懂得适可而止。从现在开始，希望大家对待坚果都能有一个全新的认识，能吃也要会吃，把今天影片中学到的知识应用到您的日常生活中吧。适量选择对的坚果，均衡搭配其他富含纤维的蔬果和优质蛋白质，才能真正打造属于您的长寿餐盘。最后，如果您觉得这支影片对您有帮助，别忘了分享给身边其他的亲朋好友，特别是家中的长辈们，一起远离那些隐藏在美味中的健康陷阱。祝福每一位银发朋友都能聪明饮食，健康长寿，不用长跑医院，安享晚年幸福生活。我是您的健康守护者，我们下支影片再见。